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通胀降温的最新迹象表明，美联储更有可能在今年秋季获得足够的信心来降息。接下来，美国股市周四下跌，因消费者价格首次出现环比下降，投资者抛售科技股。下一条，特斯拉股价连续上涨11天，涨幅 44%， 但牛市论点存疑。此前上涨时有2位数收入增长，如今电动汽车市场情绪低迷，其销量和利润下降，市盈率达90倍。投资者押注马斯克能将其打造为人工智能巨头。马斯克计划8月8日展示全自动驾驶技术，不过预计2024年收益下降 21%， 营收增长率仅 2.2%。 一些数据与热议背道而驰，让我们关注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略有下降至 6.89%， 1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也下降至 6.17%， 为购房者带来一些慰藉。受美联储加息政策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影响，高昂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抑制购房需求，导致住房市场低迷持续了3年。下一条，特斯拉将机器人出租车发布会推迟到10月份，为团队提供更多时间构建更多车辆原型。股票盘中下跌超过 8%。 下一条，通货膨胀可能多年来首次下降，但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可能会不这么认为。美国消费者价格6月份自疫情初期以来首次下跌。根据劳工统计局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消费者价格按月下降 0.1%， 将年通胀率从5月份的 3.3% 降至 3%。 然而，对于数百万老年人来说，住房、电费、医院和门诊医疗服务等项目的价格涨幅继续高于整体通胀率。让我们关注特斯拉的美国电动车市场份额首度低于 50%， 跌至 49.7%。 随着福特、现代等竞争对手推出新电动车，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接下来，辉瑞宣布推进1日1次口服减肥药的研究，因测试其缓释配方后股价上涨。该药含有与诺和诺德和里来注射性肥胖药相同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辉瑞报告称，该药在1日2次给药时有效，但会引起不良副作用。下一条，意大利第2繁忙的马尔彭萨机场将更名为米兰马尔彭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国际机场，以纪念这位已故的意大利前总理。此决定引起一些反对，但得到现任交通部长萨尔维尼的支持。下面这条，美联储降息预期引发大盘科技股抛售，标普500指数上涨趋势终结，同时小盘股和价值股表现强劲。接下来这条，南达科他州选民可能投票否决一项支持二氧化碳管道监管的法案，该管道可能进一步面临复杂情况。反对者认为该法案是试图扼杀地方控制并加快管道审批。立法者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增加要求以帮助土地所有者，同时限制县政府的作用。接下来这条，美股周四下跌，因关键通胀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自2020年以来首次月度环比意外下降，投资者抛售科技股。标普500指数收盘跌 0.9%， 重回5600点下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近 2%， 是科技股下跌的主力军。随着良于预期的6月通胀数据，投资者涌向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对利率敏感的领域。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月环比下降 0.1%， 同比仅增长 3.0%， 这是自2021年初以来消费价格涨幅最慢的一次。接下来这条，1948年以来，美国总统在经济衰退期间支持率和连任结果的影响。特朗普在2020年经济衰退后失去连任，拜登总统可能成为自克林顿总统以来首位任期内没有经济衰退的总统。让我们关注快餐连锁店推行价值套餐对付近期价格上涨导致的顾客流失。然而，原料价格下降意味着这些套餐的价值性较低，肉类价格上涨使肉食者受益更多。普遍而言，价值套餐是限时促销，帮助连锁店维持未来提价能力，但麦当劳认为其价值套餐仍有利可图，以迎合经济紧张的消费者。最后一条，通货膨胀率已降至 3%， 商品价格下降，
食品价格增幅放缓，租金通胀有所缓解，汽车价格正在下降。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